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大战线的主题，我们会来关心巴拿马撑不住，让川普这一次真的非常着急了，他崩溃并且撂下狠话，绝不让中国大陆来做接管。另外，今天会关心到的是前凯港的崛起，让美国同样是坐立不安。好，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首先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密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密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正式的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记得先帮我们节目按赞了，并且按下热推荐。希望跟我们互动一样，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的来做回复。那么提醒观众朋友，大战线频道在主频哦，不是寰宇新闻频道，我们的这个会员频道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如果希望跟我们做第一手的互动，还有加入我们的直播跟 Q&A 的话，欢迎按下加入键，一起成为我们的战友。今天会来关心的大主题就是有关于巴拿马了。美国总统川普突然间在这个时候撂下了一个重话，他说绝对不会让中国大陆去接管巴拿马运河。这背后我们来看到是说，表面上好像是在跟中国呛虾，但是背后被视为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现在全球港口布局感到不安的一个战略讯号。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不只是川普感到焦虑，巴拿马总统也很焦虑啊。他现在指责了，因为呢已经造成了巴拿马的这个经济上的重挫。他指责中方说，对到港的船舶，也就是巴拿马相关的船舶的这个国家呢，展开了港口国的监管制度检查。那么对于巴拿马来说，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话一说完，中国驻美国的大使谢峰是立刻回向了总统。他说：“我们中企从1997年开始就获准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30年之间我们合作的都非常的顺畅。怎么在今年你突然间判决、突然间没收、接管，把我们给驱逐出境？”他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操作手段啊！你巴拿马今天契约想撕就撕，经营者想要驱逐就把它驱逐，还有谁未来敢来跟你们合作？还有谁未来敢跟你们一起来做投资呢？中国的反制确实现在是直接影响到了巴拿马的命门，包括了冲击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港口、船籍跟国际信用。中国大陆这一次最新是祭出了一共是3大招的反制，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细节，因为对于巴拿马来说有非常严重的冲击。首先第一个就是针对于巴拿马的这个船舶、船运来做打击。中国大陆这个时候加强港口国的监督检查。那么这边也做了一个统计哦，3月份扣留了巴拿马籍的船舶一共是92艘，4、5月份一共是达到了274艘，较去年全年的251艘更多。当然，影响这些船舶必须要再多付额外的费用，像是这个保险费用、营运成本大增。所以呢，目前是从4月份开始统计，200多艘的船已经改挂其他国家的船旗，也就不再挂巴拿马这个国家的船旗了。当然，对于巴拿马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损失。第二个，中国大陆祭出的就是法律战了。长江和记最新呢，他已经提出对最高法院裁决提出了一个国际的仲裁，要求当地巴拿马必须索赔20亿美元，这个是在法律层面。最后是在贸易跟投资的一个反制哦。包括未来呢，新的投资会完全的暂停。那么巴拿马预估呢，还会少了包括贸易、航运等等的一些投资，损失金额预估达到数十亿美元。那么包括了巴拿马的农产品也都不能出口中国了。大家最担心的，巴拿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香蕉出口到中国占了70%。农民现在呢，他们的农产品等于没有地方可以做销售了。中国3大重拳看到重挫巴拿马的船旗、它的港口跟农产品，最后是投资信用。因为老师怎么看？巴拿马还撑得住吗？我觉得巴拿马这个运河的事情啊，就是已经闹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原来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长江和记的时候呢，就是李嘉诚那个公司啊，它是有全世界143个这个驳船的港口，
然后呢，他想要卖掉，那时候大陆呢就是305声讲说你不可以卖啊。那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巴拿马运河当中靠着太平洋的跟靠着大西洋的这2个头，这边的一个港口，一个叫什么一个叫 Christophe 啊什么，另外一个叫名字我忘掉了。但是基本上的话呢，这个事情一直闹到去年的话，就是去年的话呢，就是巴拿马总统突然呢就撕毁了合约。啊，那长江合记也不用在那边经营了，然后呢，这个契约也毁坏了，然后呢，就是里面的话呢，甚至于说是人都换掉了啊，一切突然就是完全没有了。大陆就是当初就是305声的警告，所以你这样子撕毁条约的话呢，就是就像谢峰这样讲的啊，谁敢投资？但是同时做的话呢，大陆有3招非常厉害。其实我说句良心话啊，面对小人呢，就要用小人的方法来制裁他啊！反正你到了这个巴拿马挂着旗的船口，因为大家了解啊，像什么贝里兹啦、巴拿马啦或赖比瑞亚这些小国家，他们都是靠这个轮船里面挂着旗子的租金啊，特别便宜的方式来经营的。巴拿马也是其中的。然后呢，巴拿马呢开到中国去的船只，因为这个揽货的情况非常大嘛，通通都限制出海。啊，来调查各方面的啊，就是这个航程的兴起啊，就出现了大麻烦。那这样麻烦的话呢，那其他船工公司啊，就是经不起这个成本上的损失，所以呢就要换那个耕驻地啊，只要一换旗子，那就没事啊。所以说大家心里很明白，就是中国给这个巴拿马使绊子。说句良心话，你对我不仁，我只好对你不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长江合记的话，也透过法律制裁啊，因为他们本身的契约还没有到期。我如果说是没有记错的话，还刚延长了30年呢。然后呢，这个契约马上就毁掉了。毁掉以后呢，他们的要求赔偿20亿美金啊，这个数字非常大。然后第3个部分呢，就是任何只要有关于巴拿马进来的什么香蕉啦、咖啡啦啊，都想都不要想啊，大陆也都不要了啊，都不要的话呢，这个巴拿马呢马上就感觉到他原来呢尽心尽力为了承欢于美国所做的这一套的话呢，美国的话呢也没有理，就川普讲的这些话基本上口惠而实不至啊，什么中国不能够控制这个中国不能够拥有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管理权什么的。中国没有拥有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也只是经营它的港口。经营它的港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就李嘉诚这经营的比这个原来巴拿马自己经营的要好，就这么简单。生意上就是生意上来往，所以说呢，中国本身呢，但是我话整个说起来的话，谢峰这次讲话的话，我感觉到外交战狼又回来了。好，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特别请教张将军又如何看呢？另外，其实川普有说绝不让中国接管巴拿马运河，在这个时候又突然间加重语气去强调，是不是美国也非常的担心中国大陆的反制对于巴拿马的冲击，还有未来巴拿马态度的转向？张将军怎么看？因为巴拿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战略水道，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甚至超过波斯湾的我们的荷姆斯海峡。因为那是能源，但是巴拿马是关键的2大洋，世界上2大洋，大西洋跟太平洋。他们如果没有巴拿马运河的话，他们绕过去要多了这个14000公里，绕到南边啊，到阿根廷，到南边，到麦哲伦海峡，然后再上来啊，你这个是14000公里哎，要航运时间多少？18天呢？你时间成本、你运输成本、油料成本、人事成本都要算进去，你看多贵。那当然都通用巴拿马运河，巴拿马你只要是用货轮的话，一吨的话大概5到10块美金，你按照吨来算，然后过去，啊，那货柜按照货柜的钱，大概10块美金一个货柜，所以它非常重要。你在这个航运在时间，所以我要认为在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认为这商业契约的问题已经提高了政治问题了，所以今天川普他会出手，因为这个。他看到，如果这个巴拿马运河被中共一直长期的控制，在那营运的话，那美国会被边缘化。所以这个商业契约可能被政治所凌驾，那川普就要出手。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一直牢牢控制住了，那钱开港也出来了，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政治力介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第二个，我们要从来开地缘战略，因为巴拿马是属于加勒比海，美国也面对了加勒比海啊。很简单啊，墨西哥、美国都面对着加勒比海啊。墨西哥湾现在美国改为美国湾了，那加勒比海，你巴拿马就在加勒比海里面了，那现在美国是不是想要做3大王？当然嘛，你中国大陆进来的，美国当然要在这方面，他会吃味啊。我是加勒比海国家之一，结果是美国控制了这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整个长度是82公里啊，是很重要的，也是巴拿马非常重要的收入。现在巴拿马人口
的人均所得是16000块美金，也是靠巴拿马运河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多的收入。巴拿马人口不多啊，才436万啊，但是它很大，它比两个台湾呢，它是7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了，蛮大的。你不要，那运河是运河啊，巴拿马那么多腹地，所以刚才讲到那个苑教授讲到了咖啡、香蕉，那因为刚好那个纬度就是这个咖啡跟香蕉。巴拿马我去过嘛，我对这个很了解，就这个尤其气候蛮炎热的。第三个，我认为这是影响力的问题，国际的影响力。如果巴拿马运河被中国大陆所控制，这个战略咽喉被控制的话，美国的这个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指标性会下降。为什么？就在你家后院呢，结果巴拿马整个的营运按照契约，整个是中国大陆所控制，会对中国大陆来说产生扩散效应，从巴拿马运河会辐射到整个南美洲。一个是前开港，一个是巴拿马运河，辐射到整个南美洲的地方，都被中国大陆慢慢影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南方市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美国就衰弱了？中国大陆是不是崛起了？那美国是不是在南美洲的政治影响力就会相对的下降？这是美国所忧心的，所以川普想要出手。对，现在川普对于这个地缘政治上面这个战略咽喉南美洲的管控，其实担心不断的在扩大。就是卢将军帮我们提到的，除了他担心巴拿马的掌控之外，还包括了前海港。因为呢，这个一方面中国大陆他现在处理有关于巴拿马运河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扩大对于前海港的影响力哦。所以呢，其实美国现在坐立不安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来看到了秘鲁方面，法院也最新裁定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中资的前海港。前海港，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小档案哦。其实呢，它是当年中原海运投资了13亿美元打造的一个深水港。当然，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在南美最重要的旗舰工程，同时它也是中国去打通整个南美对亚洲出口通道的关键节点。对于习近平来说，他非常重视这里，所以他2024年的时候曾经亲自到当地去主持开港启用之后，还帮助了秘鲁它的出口在这边突然间创下了新高。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刚刚提到，等于它的后院失控了，所以它现在也开始炒作各种的理由，包括说中国大陆在这边有安全上、地缘上面的控制等等还有主权问题等等。那秘鲁接下来会怎么做？其实关键也是跟这个巴拿马有点类似的。但是秘鲁真的敢对中国做反制吗？原因是因为中国已经连续12年是秘鲁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更是美国的2倍。对于经济上面的依赖，秘鲁其实是非常的高的。秘鲁接下来的态度，厉将军又怎么看？我先讲前开港事实上对整个南美洲跟亚洲地区的运输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整个节省从33天节省成23天那你如果航运时间减短，当然你的成本就降低那对这个航商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大利多。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秘鲁这个前海港运到亚洲来，航运时间反而可以缩短？因为它走的是这个大球航线这个我们知道地球是圆圆胖胖的嘛，那你如果说是从墨西哥或者从美国运输的话，事实上是这个整个走像赤道这种是最远的路线，你反而从南半球那边路线反而比较短所以前海港它的重要性，它对航运经济上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那前海港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不同是，巴拿马运河当初是这个美国出资所盖的，是在第一任罗斯福总统的时候任内完成的，所以美国认为那是川普现在就讲了一句话嘛，他说我们绝对不要重蹈这个以前的那些他就是讲拜登啦这些覆辙将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经营权让给中国那这次我们绝对不再做这种事情，所以他这次的前海港他一定会极力想要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由于是美国的新门罗主义来讲的话，他将整个南半球视为他的一个后花园，他当然不允许中国在这个地方有任何智慧的园地。那当然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前海港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航运的商港，对大家都有帮助，对全世界来讲运输都有很大的，在经贸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美国在担心什么？美国在担心美国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很怕前海港变成这个中国解放军如果到南美洲去的话，变成一个运补的一个港口。你知道，如果说当然这前海港造得很大，甚至可以停航空母舰。是。那如果说是像9洞1这种补给船的话，
当然不成问题。那如果中国的这种海军用这个港口当运补船的话，对美国在南半球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会竭尽诸般的说法来控制整个前海港。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在秘鲁的法院已经申请过一次的这种法律的诉讼那时候裁判，因为这个港口本来就是中资的那你这个政府你凭什么去过度的干涉去管这个港口？当然那时候法院裁定是不可以管，可是美国它不死心他一直怂恿秘鲁要再重新再管控这个港口。所以说这一次来讲的话，当然是说这个就推翻年初的裁决，要比较这个要监管这个港口。但是我特别讲，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秘鲁政府如果监管这个港口，对你来讲，中国有很多的工具箱，巴拿马血淋淋的例子就摆在前面，立陶宛也是如此。那中国可以用哪些手段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它当然我可以申请国际的法院的一个仲裁像巴拿马一样，求偿20亿美金那因为这是我出资盖的，你没有理由说你要来管你嘛。所以第一个我可以寻求法律的途径。第二个中国当然也可以对这个秘鲁，譬如说是秘鲁对中国来讲的话，每年出超金额是很大的。中国到秘鲁来讲，总贸易额中秘之间的总贸易额是达到504亿这么多，但是从秘鲁进口的只有178亿。反而秘鲁那边到中国的中国到秘鲁去的是178，秘鲁卖到中国的是比较多，是326。那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农产品渔业产品或者是它的铁矿、铜矿这些东西。你要知道，铁矿中国大可以跟澳洲来买嘛，澳洲现在关系也很好。铜矿来讲，还有很多国家也有相关的铜矿。那农产品，那这种状况更不用讲了。所以它也可以跟巴拿马一样，在农产品这方面来讲的话，减少对你的采购。那秘鲁来讲，经济就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如果说是中国也管制秘鲁到这个亚洲地区的船只，它也相关给它做同样的方式检查来讲的话，对于秘鲁来讲，那这个航运本来一个金鸡母能够赚的钱，那从此赚不到这个钱，对秘鲁来讲损失会非常大的。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接下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事，普丁现在要全面摊牌吗？今天特别来关心飞弹现在呢最大规模的这个空袭行动狂轰基辅，并且普丁他拒绝停火，他也誓言要吞下乌东4州。但是俄罗斯现在也面临一些困境，包括它的石油必须要向印度来买石油已经不够了。当战争的代价是越打越高，北约全面的备战吗？这会不会是普丁的最后放手一搏呢？欢迎观众朋友在下面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现在俄罗斯还可以全面压住乌克兰的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乌克兰现在是站在比较胜利的那一方，可以留言写2，来一起跟我们关心这一场战情，跟我们互动。我们来持续关心到这个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4年了，战局没有降温就算了，不断的升温。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传出呢，俄罗斯有可能会武装大动员120万人来做这个新一波的军事打击哦。当然了，这个目前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证实，但是有比较内部的军事专家警告，俄罗斯最快在9月份会启动，而且边境恐怕很快就会全面的做封锁了。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实际的战场变化非常的快速哦。普丁他公开拒绝停火的协议之外，还强调俄军绝对不会停止攻势。他说接下来要夺下包括了在乌东的4州。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俄罗斯针对于基辅在近期这个几天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一共是出动了74枚的飞弹，还有500多架的无人机，狂轰滥炸基辅，持续时间长达了11个小时。这一波
空袭真的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亡哦。空袭行动造成了27人死亡，91人受伤，数字还在持续的统计，并且增加当中。尤其是看到呢，这个大规模的损毁，还包括了许多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当天晚上，超过5万人，大批的人直接涌向了基辅的地铁站来避难，当中包括了4500名都是儿童。整座城市警报彻夜响不停，宛如末日之夜。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不止如此，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另外一波的行动，它是以报复乌军袭击他们的民用目标为理由，开始出动他们的陆基、海基、空基远程打击武器跟攻击型的无人机，锁定乌克兰的这一些军事的基地，包括飞弹导引系统、无人机工厂、军用机场、能源设施等等。乌克兰方面持续的做反击。近期大量投入了 AI 无人机，深入在俄罗斯的腹地当中，接连打击当地的军用机场、油库、防空系统、军工设施。普丁这时候罕见下令，全面要强化俄罗斯的防空体系。刚刚特别有提到了有关于油库我们也会等一下来特别解析一下俄罗斯现在缺油的问题，同样是非常的严重的。我们先来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普丁最新他说拒绝停火，而且呢狂轰基辅长达11个小时，还扬言要吞下乌东4州。俄罗斯是否已经放弃谈判？接下来会全面升级战争，来逼乌克兰屈服吗？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收到的最新消息，有可能大动员120万人。厉将军怎么看？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本来以为俄罗斯会组织一场春季攻势或者是夏季攻势，但是在地面攻势方面都没有看到。反而这个时候，让我们讶异的是，乌克兰居然用大批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本来我们都认为说是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已经找普京在阿拉斯加希望能够走向和谈，走向谈判桌停战，但是那时候我们看到普京不同意。那我们也认为说是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已经不再对乌克兰实施军援了。那我们都一直认为说乌克兰这时候应该很弱，但是意想不到的，就在上个月，乌克兰居然用大批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那这次的攻击确实是造成俄罗斯很大的一个元气大伤，包括他都打他的炼油厂以至于造成说是俄罗斯自己本身是一个产油的国家，他居然回过头来油源不足因为他打到他在莫斯科西边的一个炼油厂。距离距离克里姆林宫大概只有15公里，非常近的。所以俄罗斯的老百姓现在油源来讲已经不够。第二个，他军队的用油也不够这是俄罗斯现在所面临的困境。那大家不免要怀疑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哪来那么大的底气敢对这个俄罗斯发动这么大一场的空袭行动？我认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泽伦斯基他在政治上目的，他希望说是刷他的存在感。告诉这个川普说，我还能够打，我还继续再打，而且我不但能够打，我还可以对俄罗斯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你们继续要提供给我军援，我并没有失败。我觉得泽伦斯基发动这场攻势，他政治的目的在此那第二个来讲，除了这边以外，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南部扎波罗热这边也组织了地面的攻势，想要攻击这个夺回克里米亚岛。可是目前来讲，整个战况大概这个地方陷于一种焦灼。那第二个，我认为说是这个泽伦斯基有这个能力，主要是这半年的时间以来，不可讳言，他在这个广积粮，他大批的制造他的攻击型无人机，而且他都采取那种定点式、骚扰式的攻击。那乌克兰、俄罗斯因为面积很大，你要去防止说是一架小型无人机在那么大片的国土上面，事实上有它的难度在。当然，这个结果最后当然是激怒了普丁。所以普丁大概在上个礼拜开始就展开，也是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大批的导弹还有无人机对基辅，他以前不打基辅的，对他这次来讲的话，他对基辅不但打基辅，还打基辅的这种富人区往这边打。我想说这件事情让普丁认识一件事情：如果你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办法这个将敌人的主力歼灭的话，你是得不到敌人的投降的。你如果没办法屈服敌人战斗意志，你是没办法获得胜利的。所以普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他现在开始动员120万的后备军人，
开始动员，即将展开，可能是秋季攻势，可能就会展开了。他除了动员120万人之外，他还跟他的周边地区的国家，包括哈萨克、包括塞尔维亚这些国家讲好，说你们不可以收我的这种过境的民众。所以有一些打仗的时候，有些民众可能会跑到国外去。他跟哈萨克、跟塞尔维亚这些跟他邻接的国家，他都做了这些规定，跟他们做的这些协商。然后主要看得出来，普京这把是下定了决心。我认为很快他在地面上面会展开他的秋季攻势。那这波如果展开秋季攻势的话，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说真的你把这个普京激怒，他报复式的攻击，他避免他国家再遭受到你这种无人机的打击，他这次用的力道，我认为会很大。好，所以将军认为说，接下来可能会发生这个120万人在俄罗斯方面的武装总动员，有可能发动这个最新一波的秋季攻势哦。那同样的问题，岳老师您又怎么看呢？那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现在也有缺油的问题，它也不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一个比较需要补充的地方。那岳老师又怎么看？这场战争已经打了4年4个月，跌破了所有专家的眼镜，啊，很多人的话呢，包含了我们国内国外的，都认为说，以俄罗斯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能力啊，还有各方面呢，那么他自己应该说是要轻轻松松的，就是而且他主动发起这场战争，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意思也就是希望小打一下就好了。啊，给这个乌克兰这边警告，所以2014年占领了克里米亚岛以外，要针对顿巴斯地区，然后接上扩大扎波罗热、赫尔松地区，那整个4个省占下来，结果越打越生气，越生气越打，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呢，他犯了3个战术上的错误了。第一个，慈不掌兵了。啊，那个普丁的话一开始就应该把基辅攻下来，结果他没有攻下来，啊，然后就拖下来，然后打。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打的目标越来越扩大，啊，然后深陷里面的这个被诱敌已经进去了。现在扎波罗热到目前为止，就是连顿涅茨克跟格兰，就是这个格兰斯克里面这里面都还没有完全占领，就跟原先的预想是很不一样。那第3个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到现在突然发明。也不是说发明了，就是想出来了，就是用无人机的攻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的话呢，不是100架、200架，上千架过来啊！而且的话呢，你对防空网的话呢，你即使说是95%的话，1000架啊，那你算算看啊，5的话呢，就是大概还有10架、20架带着炸弹丢进来，丢哪里呢？丢莫斯科的炼油厂。所以俄罗斯现在缺油啊，就原因就在这。俄罗斯只听过它产油啊，你没有听说过它缺油啊。但现在的话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哈，我就提出3点来讲，这个战争我依然是看到他们自己会要想办法结束了。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进行这种无人机疯狂的不要命式的攻击的话，就是破罐子乱摔了。就是你这边乱攻击，那这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话进行这个500-600颗的这种飞弹的话大轰炸，那整个地区都乱了嘛。啊，整个乌克兰就不管了，那基辅就随便你炸，那我这边就要炸俄罗斯，这样就是你是鱼死网破。然后第二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了解，那个把这个俄罗斯真的搞怒以后呢，那个现在的话呢，欧盟当中的话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扎卢日内啊，就是这个乌克兰原来派驻英国的人，就是原来他陆军总司令。大使现在是在英国大使，突然回来了，要讲说要选总统啊！我是觉得说是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搞法的话呢，激怒了普丁的话呢，对大家都不利。其实我还讲了第3点，我真的不愿意往这个角度想，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永和大国了啊，这个大家都不要忘了这一点。那什么人情况下在做这种困兽犹斗呢？就是说这些人讲话啊，就是说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高官，这些人哦，他讲话都不负责任啊，说乌克兰要取得胜利了，乌克兰取得胜利怎么可能呢？那俄罗斯就要输了吗？俄罗斯输的话，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话，不是进行一个体制内的革命，就是要动用它的核武啊。那这个问题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也请教将军怎么看？因为到底现在打到现在，俄乌双方谁比较占有优势哦？因为现在就怕说会不会普丁后来放一个大绝，就是包括除了我们刚刚提到120万人的地面的攻击之外，他会不会也把这个北约国家也一起拉下水？如刚刚岳老师特别让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务院直接说，他说认为乌克兰正在赢得一场胜战，包括了芬兰总统也直接说了，他说呢，现在乌克兰处于开战以来，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上最佳状态。他说呢，过去6个月，乌军每个月可以杀伤大约3.5万名的俄罗斯的士兵。先看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再来就是说，接下来俄罗斯可能会怎么做，谁比较有优势？张将军怎么看？最重要，我们可以看一看哦，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乌克兰目前牺牲状况如何，这是乌克兰国家最高机密，不能泄露，否则会影响乌克兰的民心士气。
全世界注意到西方媒体，没有一个国家报乌克兰现在损失多少。乌克兰现在他说现在是最佳的方法，乌克兰正在赢，其实这是媒体在控制。那现在乌克兰那怎么来说呢？现在乌克兰面对3大困境是没办法解的。第一个征兵的困境，乌克兰现在年轻这一代全部牺牲殆尽，他的国际雇佣兵现在招国际雇佣兵，国际雇佣兵大家知道原来招了国际雇佣兵薪水1个月台币8万到10万，你知道现在招进国际雇佣兵1个月薪水多少？33万台币。招不到，但是我现在给重金来招14， 33万，以前8万到10万。我们台湾有2个牺牲在乌克兰，不是也是为了国际雇佣兵的另外一种，是不是？这个就是征兵困境，你要拿钱来打。这现在就已经下猛药了，我砸钱进去，那大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当然会有人要去嘛。所以这是此事招国际雇佣兵，这个征兵困境已经看出来了。第二个困境呢，反攻的困境，它是要反攻。刚才讲的，岳老师有讲到的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也包括南部的这个扎波罗热，还有赫尔松州，当然也包括了克梅利亚，总共12万平方公里。乌克兰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光复？其实没有。现在只是俄罗斯向前推进的速度变慢。是俄罗斯现在向乌克兰这边继续推进的，每一天70公尺，其实很慢，但是这是70公尺。70公尺，我们有没有听到乌克兰光复哪里？没有啊，是俄罗斯推进的速度变慢了。我们看战争谁赢，看作战递进线是往哪边推。你往那个地方推的时候，那个要被推的地方是输的，没有说这个部队往前进，然后我输了，怎么输怎么会前进？输一定是后退嘛，没有说后退我赢了，那你的国土都丢掉，你怎么赢了呢？对，是这个样，按照作战递进线来评估谁输谁赢，这是最实际的。大家都会吹牛，打仗大家都吹牛，自己临战损，然后好像全军破敌，自己有如这个天降神兵啊，横扫千秋。我认为那都是讲大话。我们可以看目前的态势来看，第3个乌克兰面对的是防空困境。你看它的首都是基辅都被俄罗斯狂轰滥炸，你是首都你都被突穿你的防空火力怎么那么薄弱？防空困境来了，所以你就知道乌克兰在这一方面，他有感觉到他有强弩之末。那强弩之末就要靠一些政治的语言来做美化。甚至来做掩饰，你都不能都可以这么说。真正的大家来看，谁的土地增加了？是光复的土地增加了，还是被占领的土地增加？这个是个重要性。所以我们来看，乌克兰赢了，我认为这句话未必可靠。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我们特别来了解到有关于这一场美伊战事有了最新进度，哈米尼的国葬即将举行，没有想到变成了伊朗的复仇总动员哦。等一下特别来做关注，尤其这个时候伊朗也正告美以了，说了些什么？等一下一起来关心。川普这个时候他不敢重返战场之外，在军事上有了最新的许多动作，包括 B-52已经正式的撤出了当地，那么包括了我们看到欧洲波湾现在付钱求伊朗说，希望可以让他们的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我们一样的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认为说在这一场战事来讲，目前美国比较急着希望能够停止这一场战争，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比较着急，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互动。我们要来看到美伊战事最新消息，就在哈米尼的国葬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呢现在伊朗的火药味全面的升温，来自于伊朗的议长公开已经号召了全国的民众说呢，我们一起把这场丧礼变成一场全民的
复仇总动员哦，说呢要一起来对美国来做威胁哦，并且伊朗的军方警告美以，如果呢在丧礼期间，美国跟以色列任何一个国家敢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的话，一定会做严厉的报复。那不排除现在说呢，伊朗有可能做的是不是圣战呢？更震撼的事情是我们来看到，超过伊朗当地70%的民众赞成要把川普跟纳坦雅胡列入在暗杀名单当中。也就是说，如果在丧礼期间，美以真的敢发起任何的动作的话，圣战是不排除可能会做的事情。我们再看到美国另外一头画风则是完全不一样哦，来自于军事媒体战区特别做的报道，是不是美国现在希望赶快退出在这一场美以的战争当中呢？我们先来看在美国方面的军事行动，再来等一下看一下美国的政治上面的态度。军事行动上面，我们来看到美军已经正式的撤出了6架 B-52轰炸机，撤出是美军在中东最大规模的一次兵力的抽离。除了 B-52撤出之外，我们看到许多的主力攻击机，包括了 A-10攻击机、F-22战斗机跟 F-15E 打击鹰等等的主力战机也相继的撤离当地了。刚刚讲的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动作，可以看出美国的态度。在政治上面，确实美方也正式的表态了。副总统范斯他直接说，川普不想让美军再次的重返战场。伊朗总统也呛瞎说，确实哦，在军事上面撤出，在政治上面退让，在金融上面也有所让步了。美军已经呢冻结了部分的金融跟外汇的限制，对于伊朗开始做松绑了。那么伊朗谈判代表继续喊话说，接下来美伊谈判有没有可能成功，取决于你美国给的态度是什么。愿不愿意给伊朗更多的承诺？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伊朗把哈米尼之死现在是转化为全民的复仇运动吗？另外军事的动作 B-52的撤出，还有金融上的松绑，代表说美军急着撤出中东，要对伊朗全面让步吗？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厉将军怎么看？哈梅内伊这次的国葬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时刻哈。这个我认为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当然这么大好一个时机，他跟你讲什么武德啊？我觉得他动手机会是很大的哈，因为在哈梅内伊如果国葬的话，那代表他的儿子穆吉塔巴应该是会参加他父亲的丧礼。就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已经公开放话过了，他要暗杀，他还是要斩首这个穆吉塔巴。那如果穆吉塔巴出现在哈梅内伊的丧礼上面，我觉得这是以色列动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之前穆吉塔巴他几乎都没有出现嘛。那第二个，就以色列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离开这场战争，按住他，不让他继续打哈。这个美国为了能够跟伊朗达成和平的协议，可能他的这个核战条件就是有一条，就是这个要全线停战，就是以色列不可以在这个黎南地区再继续打仗。那美国川普为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按不住这个以色列，以色列一定会继续再动手，所以美国自己他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这个压不住以色列，现在美国自己派了美军到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在这边想要这个担任这个维和的角色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哈梅内伊的国葬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现在看出来，美军在现在它不只是 B-52战机撤回美国去，包括它的战术型的飞机，B-52属于战略型的轰炸机，那战术型的包括 A-10攻击机、F-22、F-15等等，陆陆续续撤回去。据我的了解这个除了这几款战术型的飞机撤回去之外，美国还回了美国本土什么飞机呢？它的运油机、它的预警机都回去。我觉得如果说运油机跟预警机都撤回美国本土的话，代表美国就不想打这场仗。因为你看不管是从约旦或者是沙特这个伊朗的国土这么大，你所有的战机要起飞要对伊朗轰炸的话，中间一定要经过好几次的空中加油。那你如果空中加油机也回去了，你预警机也回去了，代表美国很明显的所有就是一个所谓的战略的转进策略走了。那你战略转进走，我跟你讲，
就伊朗来讲的话，这时候一定是战略追击，对不对？这个打仗不是吃斋念佛的，对不对？你要跑，我一定就追嘛，对不对？你战略退却，我就战略追击。可是这个伊朗的战略追击，不是我指的不是战场上的战略追击，而是它是在谈判桌上面追击。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伊朗这次谈判的态度越来越硬？除了你刚刚讲的1、4、5、10、11条，这5条是否能够落实？我跟你讲，那就是看伊朗由伊朗来解释。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前2天原来说美伊双方都同意开放荷姆兹海峡，那为什么伊朗又去攻击了2次？第一次是攻击这个长荣货轮的长利轮。第2次是攻击1条货轮，为什么打这2条船？已经都讲好停战了，这个已经都开放荷姆兹海峡，为什么伊朗还打？因为伊朗说你没有按照我规定的路线在走，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靠阿曼这边，你没有按照我规定的路线，我规定是北边拉拉克岛这个地方，那你没有按照我规定的路线走，我就打你。代表伊朗表示的是说，整个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在他的手上。当然我们后续看美国如果说是整个都撤退的话，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我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在伊朗这边再一次的大动干戈，再把兵力调过来，那已经是士气衰竭了。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军现在在后撤，不管是在军事行动上面，刚刚将军讲的战机加油机等等全部运回来之外，还包括在政治上面，还有金融领域上面的让步所以呢，川普刚刚讲了嘛，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川普原本说要计划启动的自由计划，他眼看现在是不是伊朗已经几乎可以完全掌握荷姆兹海峡了，所以呢，他也说，这个计划就暂时不要施行。当然了，另外一个关键点还有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他担心激怒伊朗，所以他拒绝提供美国基地跟领空，让计划是完全的被迫取消了。其实呢，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其实波湾国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在这一场美伊战事当中，美国说好要保护他们，结果他们是被炸的第一线战场，包括波湾国家的这个机场港口、油田、炼油厂、城市全部都炸，反而是美国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的。那所以《每日电报》也特别指出，波湾国家现在决定要自己绕开美国，干脆呢，我自己去改善跟伊朗的关系好了，跟这个伊朗建立比较好的区域安全机制，也代表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在中东打造的这个中东秩序出现裂痕了，所以波湾国家只好自己找出路了吗？张将军怎么看？波湾国家这些找出路，他是想到，因为在这个40天的美伊战争来看呢，他遭受迟疑之殃，遭受迟疑之殃，这个被受牵连。这个伊朗对美军驻在的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国家，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战前是5万多人，然后如果加起来，到最后变成8万多人。这个人住在包含科威特、卡达、阿联酋、巴林，也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也包括了约旦，甚至还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都要算进去。那你看看，当然伊拉克、叙利亚是把它撇到外面去。那其他美军只要是有从他的驻在国起飞的这些飞机还有飞弹伊朗就都报复。伊朗一报复，他们这个反导系统就启动去打，一打到弹落荒郊，炸到他们自己。那算谁的？这个战后重建，美国没有说要付钱他受迟疑之殃第二个，这个美国实施电子战做电子干扰，那个飞弹也迷失不掉，又炸到老百姓了。那这个美军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要赔那结果他们遭遇是迟疑之殃他们也不要参与这个仗是美国跟伊朗在打变成这个状况，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玩下去。第二个，这些他们会认为这些如果是站在美国这一边，那就是被以色列所利用，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站在一起的。然后现在呢，美国去打伊朗，那你们是帮以色列打，那我在帮你，那我是在帮以色列，他们就会这个样子。因为中东地区以阿战争5次。我们讲的第4次是1972年，第5次是1982年，1973年跟1982年，1982年最后一次第5次，但是其他零星冲突是不断的。那大家当初都是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去打以色列，现在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去打自己的伊朗吗？伊朗当时大家都参与他的，都派阿拉伯联军呢去打以色列了。那现在我们怎么可能帮以色列去打伊朗呢？这个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因素，他们想说，我不要被以色列所利用。我不要掺这一行，你要打你们不要在我这边起飞去轰炸伊朗。
所以他们有这个历史的因素在这边。第三个，我们来看战后都要复建，都要重建，还有我们都要这个战后的地缘的关系，中东地区，那伊朗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要跟他修好，其他的地方是很遥远，我们要跟以色列修好关系重要，还是跟伊朗关系修好比较重要？当然是跟伊朗关系修好重要嘛。以色列，我们是跟他不搭嘎的，还没有附设大使馆呢，互派大使都还没有，就知道了。大家都想的是战后的问题了。地缘的关系要维持个军事，而且要恢复到历史的根由，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原则上对美国来看，他也哑巴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但是原则上他们是不欢迎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波湾国家开始改变态度重新希望建立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呢，我们刚刚说嘛，这波湾国家因为要跟这个伊朗建立好关系，也包括他们现在呢也已经答应了，是不是说未来我们就交给你伊朗，包括这些安全保障费海事服务费，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船可以平平安安的渡过去而已。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呢，真正这一场荷姆兹海峡决胜的关键，还有荷姆兹海峡，现在美国也提出了一些让步希望冻结伊朗海外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换取荷姆兹海峡恢复通行。没有想到伊朗不甩他说，荷姆兹海峡的通行不是你美国说了算，是由我们伊朗来做控制的。因为光这个收益在荷姆兹海峡一年可以给伊朗的钱高达了400亿美元的收入。荷姆兹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伊朗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核弹了吗？岳老师怎么看？解冻1000亿的话呢，只够伊朗2年半控制荷姆兹海峡400亿，这个是简单的数学，国中生就会算。对我必须要强调这里头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美国拿着伊朗在荷姆兹海峡的地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个也是最丢脸的事情。因为的话呢，这个川普在攻击这个伊朗之前的时候，荷姆兹海峡是自由开放的。那个时候呢，伊朗本身呢不敢造次，忌惮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刚刚我们讨论过无人机蜂巢攻击的事情，就全世界无人机最强的3国就是中国大陆然后乌克兰，第3名就是伊朗。伊朗现在对于波斯湾附近的这个美军驻军的话呢，包含巴林、科威特、什么卡达、什么阿联酋，什么乱攻击一通这个攻击的话呢，使得当地人的话呢，就是说觉得拿得没有办法，他们心里会产生2种想法，一个就是美军没用第二个的话呢，对伊朗这边还是客气一点那欧盟本身的话呢，大家都是需要波斯湾的石油你如果没有波斯湾的油不能够稳定进来，请大家记住，如果你打开地图一看，荷姆兹海峡那个上去，阿曼跟伊朗隔得非常近它就是在岸上架了几排炮，里面就可以打到你，不管从哪走都可以打得到。那这个波斯湾这个油出不来的话，那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发觉，因为伊朗的要求的服务费其实也就是一桶石油加1块钱，反正是加在消费者头上嘛。那为什么不确保那个油源呢？你比如说上次长荣出来的那个长利号，对不对？他没有听到他的话，里面就可以打起来了，然后以后就不敢动了。现在没听说长荣敢动了，为什么？你一艘油轮的价钱，那开玩笑，你不要打个大洞，你要怎么用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觉得说花钱了事，息事宁人，这个就是道理。好，谢谢岳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打不过难道就要加入吗？看到的是欧洲车厂现在狂爆中国大陆的技术，热浪的方面现在在欧洲持续的延烧，等一下我们会持续关心救命也是还得靠中国大陆的冷气。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欧盟现在终于发现，真的是不要跟中国大陆搞这一场贸易战真的是打不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他前一秒还高喊说反制中国产能过剩，还有要对中国的电动车来加征关税。
甚至说要祭出欧版的301条款，全面开战。没有想到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跟欧洲竟然是发表了联合的声明，说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建立好关系，大家在经贸上好好的合作吧，一起降低有关于贸易战的所有的风险。原因是欧洲其实现在也看得很清楚了，真的跟中国大陆硬脱钩，伤的可能会是自己。不管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从汽车到能源，甚至欧洲现在一直要做这个绿色的转型等等，到一般的民生消费，他们也发现跟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已经绑定到非常深了。所以如果真的脱钩，重伤的其实就是欧洲自己了。过去欧洲我们知道有关于汽车方面，他们都一直是算是老师，中国大陆来这边一起做学习，但是到了电动车时代，中国几乎全面超车欧洲了，包括从电池的成本、整台车的这个平台、供应链效率，甚至智慧软体、快充到量产的能量等等，其实欧洲现在都是在后面的，所以欧洲车厂现在也决定，不得不屈服了。我们看到一些实际的案例，先来看到欧洲的第2大车厂，这一家是 Stellantis， 旗下呢它有非常多的品牌，包括了克莱斯勒、雪铁龙跟菲亚特等等14个品牌，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我品牌有非常多，但是我的产能利用率竟然是只有60%而已。现在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赶紧跟中国大陆的领跑汽车来做合作，说可不可以在欧洲一起来生产电动车呢？这是第一个案例，是涉及到欧洲第2大车厂的案例。第二个案例是西班牙的车厂 Ebro 这一间。现在呢，也决定跟中国大陆的奇瑞成立合资企业，那么让奇瑞的车款重新挂牌之后，就可以正式的进攻到欧洲市场了。未来他们还甚至说，干脆就挂奇瑞自己的品牌，让他们高阶子品牌可以在欧洲制造，并且直接的上市吧。另外，我们来看到，现在比亚迪是直接加速在欧洲在地化的生产布局了。去年呢，在欧洲的销量竟然暴增幅度非常惊人，高达了270%哦。今年前5个月销量又比去年在同期翻倍，而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第2座的欧洲组装的基地，也被点名可能会落脚在西班牙，或是干脆在法国来做生产了。欧盟我们现在看到一边祭出关税的这个打关税战，一边又跟北京建立这种贸易的协商机制，代表欧洲终于承认他们真的很难跟中国大陆供应链脱钩吗？我们来看到欧洲的车厂过去从防中国、学中国，现在是靠中国吗？那岳老师怎么看？我在这边呢，先跟大家展示一张照片啊。我最近有幸到了这个重庆去参观了这个长安汽车。长安汽车里面出了个阿维塔啊，我现在靠的这辆车子它的代言人呢是葡萄牙的足球明星 C 罗那到处都是他的照片我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精彩的同时我必须要强调3件事情。首先，第一个，这个原来中欧之间的经贸磋商机制他们那个商业部长王文涛事前来讲的话，欧洲这个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动不动就是产能过剩，动不动就是政府补贴。结果的话呢，在事前的话呢，中国态度就非常非常强硬的结果，现在出现这个结果，对欧洲来讲。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欧洲来讲的话呢，他们进了中国的新能源车已经到达10%。请大家记住欧洲人的最得意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汽车行业汽车行业里面所有的产业当中呢，尤其是德国跟法国、意大利什么的，现在的话呢有10%是中国的新能源车。另外第3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欧洲要产的新能源车，像宾士 BBA 他们有少部分的新能源车，他们的电池都用中国的，意思也就是你这边所讲的，如果说呢不能够跟中国对抗，那只好学中国，跟中国合作，跟中国应用。我觉得中国的整个汽车的产业我刚刚看的这家长安汽车它不得了它是这个国企跟央企的这个结合下的结果然后它每60秒钟产生1辆车我这边参观的时候全部是自动化，那跟想象中的情景，那机器人手跟八爪鱼一样的情况，大家了解这个整个中国的工业生产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好，我们刚刚是在讲的是电动车的部分，中国大陆现在在欧洲的电动车打进当地的市场。那另外我们也要方便看到的是来跟进时事这一场在欧洲地区爆发的热浪这温度呢在当地超过了40度所以我们也来看到是说这个电商平台现在非常的夸张，还有包括中国制造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欧洲对于中国制造的彻底依赖5月份中国出口到法国的部分空调高达了
法国跟荷兰都超过了100%，那么出口到德国更是暴增了超过将近70%。电商平台的部分，中国对西班牙、意大利的空调暴增378%，对瑞典、对比利时等西欧暴增了114%。中国品牌的这种分离式的冷气销量暴增42倍，还有风扇等等哦。环球时报直接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中欧的贸易逆差不是中国硬塞给欧洲的，是欧洲是有真实的需求。从刚刚的冷气啊、空调，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是真实的案例。那德国的智库也说了，德国出口力不断的下滑，只有1/3可以归功于中国出口的竞争，剩下是德国自己的竞争力下滑啊。那厉将军怎么看？从这一次这个欧洲的热浪啊，需要冷气，你就看出来中国企业的灵活性哦，以及它的变通性。欧洲为什么会这次热浪来讲的话，会其实已经热死很多人了啦。因为天气热来讲，你体温如果散发不掉的话，就很容易产生热衰竭、中暑等等这些疾病就死掉了。那这次来讲的话，你知道欧洲为什么会没有冷气？第一个哦，他们认为夏天的时间不长，夏天时间可能只有2-3个月，忍一忍就过去了。反而他们在意是冬天哦，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山，可能比较寒、比较冷。那你知道人来讲的话，夏天天气热，他大概还少穿2件衣服，泡在水里面还可以撑过去。可是冬天来讲，冬天的话，你就可能因为天寒地冻而冻死的可能性是很大。所以欧洲来讲，他都在意的是这个怎么样有暖气来供暖哈。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夏天突然对欧洲来讲热浪来袭，那所以说他之前都没有装冷气嘛。第二个，欧洲因为它的法规规定，它很多的建筑物都认为是古迹，所以你不能在墙上，它为了不破坏古迹，不能在墙上挂冷气机，也不能去打洞，所以他们就没有装冷气。好，那这下来了，那中国这个冷气你看多灵活，它是移动式的冷气哦，它推来推去，那也不会破坏你外观墙面，也不用挂在你外面墙上面。你今天在夏天，你在这个白天的时候，你在客厅，你就在客厅吹嘛。这个屋子里面插头一插，这个排气口往窗外一放，你就可以有冷气吹了。那如果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推到卧房里面去，所以变成这款冷气在这个欧洲这次在大陆大卖。那第三个，我觉得你知道这个热浪来袭，其实对人体来讲伤害是很大。我想，如果热到40度，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如果没有冷气，你根本就极可能也可能因为热死啊，或者是说你根本就没办法忍受。所以变成这款冷气在大陆上面热卖，但从这个冷气这个例子，你就看出来中国企业的灵活。那欧洲自己本身为什么没有生产冷气，对不对？这就打上一个问号，你就必须要跟中国买了。所以第二个来讲哈，我们这次看到这个电商平台来讲的话，它的销售量增长到378%，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对消费者来讲，我当然希望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我才不会去管你国家什么这个双边贸易额顺差逆差，他不会管那么多。我买的东西便宜又好用 ，CP 值高，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那用电商来买的话，你政府根本管不到。所以说，很多的欧洲的民众来讲的话，他就会把钱花在去跟中国买这个购物电商，这也是欧洲自己要去思考、要去检讨的地方。好，那同样的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然后我们这方面的空调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还没到小暑，7月7号才小暑，大暑更热的是最热的时候是大暑，大暑是7月23号，那更热哎。那这样的话，欧洲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温带国家，空调这方面是比较少用，现在要用了，因为地球越来越热，大家在烧能源，一天烧1亿桶的石油，你还烧煤炭发电，还天然气发电，你看看这个地球，大家都在烧地球，当然会越来越热。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大陆跟欧洲整个市场来看呢，去年中国大陆享有顺差4400亿美元，就是我贸易顺差，因为欧洲你买的多嘛，我就卖给你嘛，那我就中国大陆就赚钱了。这4400亿美元是不少的数字，说欧洲都有警觉，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有3个优势，第一个交通便利，欧洲班列直接送过，以前海运搞了半天，到那边去之后已经秋天了。现在不用，欧洲班列直接过去，开过去直接一个点到点，它经过100多个城市，直接放下去就好了。所以这个交通的便利度也让这个运输成本、时间成本整个降低了。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商品呢是物美价廉，
刚才讲到的车，这是比亚迪讲的车子、汽车，你不要忘其他的家电东西，通通都是物美价廉，你要不要买？那你要买本地的贵，你要买中国大陆便宜，那你要买哪？当然买中国大陆，就跟大疆无人机一样啊，同样规格，它的价格是别人的1/3。第三个，中国大陆一直推陈出新，你明年买同样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